经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：运气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办法改变？每次听到这样的困惑，我心里都升起一种很深的感触。这个问题问得真好，因为它背后藏着中华文化里头最根本的一个命题：一个人的命运到底是天定的，还是可以由自己来左右的？我研究易经几十年，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答案是两者都有命，有一部分是天注定的，这没什么好争的。但是运是可以自己修的，而修运最准、最稳当、最不会走弯路的一条路就是积德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我这辈子研究易经、研究中华文化所得出的一个核心心得，那就是最积德的5件事。这5件事每一件都好好的，日常生活里都能做，但是每一件做起来都很难，真正能做到位的人却少之又少。你不要小看这5件事，它们加在一起就是易经里头讲的厚，够厚了，天地才托给你，好运才会真正来。易经里头有句话，我常挂在嘴边，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这句话出自文言传，是孔子注解易经坤卦的时候讲的。积善不是你做一件大事轰轰烈烈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不是这样的重点。在这个积是慢慢的叠，一点一点的积，日积月累才叫积。你今天多说一句好话，明天多帮一个人，后天多忍了一口没有营养的气，这些全都在积。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种东西，我们老祖宗把它叫做德。德这个字，我们看它最原始的写法，左边是一个行走的符号，右边是直心，眼睛加上一颗心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人在走人生这条路的时候，眼睛要清楚，心要端正。德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不是拍给家里人看的，是长在你自己心里的东西。你有了德，天自然就会护你，地自然就会载你，周围的人自然就会善待你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反复验证过的规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认认真真谈这5件事。第一件事是慎言，你可能想不到，记得这件事第一步不是叫你去布施，不是叫你去做什么大事，而是先把你的嘴巴管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嘴巴是一个人身上最容易造业，也最容易积德的地方。你一句好话可以让一个低潮中的人重新燃起希望，你一句坏话可以让一段好好的情谊瞬间断掉。这个天平的威力实在太大了。我在课堂上经常跟学生讲，中国人有一个词非常有智慧，就是慎言慎行，其中慎言排在第1位。你瞧，老祖宗对说话这件事有多么重视。说话就是把你内心的东西变成声音，传出去变成一种震动，影响你周围的一切。你说出口的话就像射出去的箭，是收不回来的。易经里头有一个卦叫节卦，讲的是节制，节制你的欲望，节制你的行为。其中最难节制的往往不是钱财，不是名利，而是这一张嘴。很多人一生的烦恼追根究底都是从这张嘴巴开始的。一句无心的玩笑，一句随口的评价毁了一段关系，一句没有经过思考的话，在关键时刻让人对你失去了信任。这些事情你仔细去看看，会觉得非常可惜。那慎言怎么做到呢？我给你一个简单的标准，开口之前在心里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这句话是真的吗？第二，这句话对人有利吗？第三，这句话是必要的吗？如果这3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，那你就说，如果不是，那就不如保持沉默，话多不如话少，伤少不如话好。我不是叫你变成一个木头人，完全不开口，那就矫枉过正了，也没办法。反而是要让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
都是有温度、有价值的东西。你想想看，一个开口说话就让人感觉被尊重的人，他走到哪里，人家都愿意跟他亲近，愿意帮助他，这不就是在积德吗？圣言还有另一层意思，就是不在背后议论别人。这件事我要特别提出来。中国人有一个陋习，叫喜欢说别人的闲话，这家那家，东家长西家短，讲起来津津有味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说的那些话最后是会绕回来的。你说别人坏话，别人说你坏话，这个圈子转起来，最终受害的还是你自己。和一个不说别人闲话的人，他在别人心里的形象是非常正面和稳定的，这种形象就是你最好的资产。所以圣言这件事真的不简单，但是一旦做到了你的境界，你的气场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，这就是积德，这就是在给自己的运气打好基础了。第二件事是放下怨气。我知道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真的很难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总会遇到不公平的事，会被人错过，被人伤害，甚至被人在背后捅刀子。每次遇到这种事，心里都会积下一口气，这口气就是怨气。很多人就带着这口怨气过日子，今天讲昨天谁谁谁对我怎样，明天就说那个人真是太笨了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。结果把自己整个人都搞成了很重，像背着一块大石头在走路，那当然走不快，走不远。我在易经里头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叫做损益益者损之，损者益之。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说，你消耗了会有补充，你被补充的太满，就会自然的产生损耗。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，是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。你把精神、把时间、把生命力都用在记恨别人积的怨气上面，这就是在消耗你自己的福气。你在消耗，天地就没有办法给你补充好的东西进来，因为你心里头已经装满了怨气，根本装不下了。放下怨气，不是说对方做的事情是对的，也不是说你要继续跟那个人打交道，这些我都要讲清楚，不然很多人会混淆。放下是你给自己的一份礼物，你选择不让过去的伤害继续控制你的未来。这件事跟对方有没有来道歉，跟对方有没有改变，完全没有关系，是你自己为了自己主动做出的一个选择。我研究中华文化这么多年，发现一个规律，凡是怨气放不下的人，他的人生总是在某个地方卡住，怎么努力都动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力都被那口怨气给拴住了。一个人能够调动的心力是有限的，你把它用来记恨，就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创造，去抓住机会，去迎接新的可能性。所以我说放下怨气不是软弱，是真正的智慧，是真正的强大。易经告诉我们，世间万物都在变化，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。你今天受的委屈，放到更长的时间维度去审视，不一定是坏事。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年轻的时候，觉得天塌地裂的那些事，后来都会笑了，对吧？人生这条路走得越长，你就会明白，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和事，其实是在以一种你当时无法理解的方式磨练你。所以放下怨气，真是一种高明的人生智慧。一个真正放下了怨气的人，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同，眼神清亮，言语平和，待人接物都有一种笃定的感觉。这种状态就是我常说的好气场。气场好了，走到哪里人家都愿意靠近你，好运自然也就跟着来了。第三件事是济人之难。济人之难不过就是帮助别人渡过难关。这件事听上去很简单，但里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，我要特别跟你讲清楚。
这一点搞错了，你帮的也是白帮。帮助别人一定要帮到点子上，要真心，要出于善意，不是为了图自己心里痛快，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很了不起，更不是带着一种高高在上、施恩于人的姿态去帮忙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就不叫积德，那叫消耗。别人的困难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真正的济人之难，是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，悄悄的、自然的伸出一只手，不炫耀，不鞠躬，帮完就走，就像风吹过叶子一样，叶子动了，风却已经走了，不留任何痕迹。你观察那些真正有福气的人，往往都有这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对帮助别人这件事非常低调，非常自然，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宣传。这种态度才是真正积德的态度。易经里头讲厚德载物，为什么一定要厚德才能载物？你想想看，一块薄薄的木板承载不了多少重量，一块厚实的石头才能真正拖住很多东西。你的德越厚，你能承载的好运、好事、好人就越多。而济人之难，就是厚德最直接的一种方式。你帮了别人，你的德就厚了分，你能承载的东西多了，福分也就踏实了。我还要说一个很多人忽视的道理，济人之难，帮的不一定是陌生人，不一定是什么惊天地的大忙，更多的时候是你身边的人，身边每天发生的小事。你的朋友最近工作不顺，你多劝他几句话，帮他出出主意。你的同事遇到一个他不懂的问题，你正好会去帮他解答一下。你的家人心情不好，你多陪陪他，多听他说话，让他感觉有人在乎他。这些事做起来不难，但你做了，德就积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不要总觉得积德是要做轰轰烈烈的大事才算数。易经告诉我们，天底下从来就没有小事，每一件小事里头都藏着大道理。帮助别人还有一个你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作用，那就是在结善缘。缘分这件事，我们中华文化看得非常重。你今天帮的这个人，你们之间就结下了一段善缘，未来很可能在某个你意想不到的时间、地点、场合，这段善缘就会以一种你完全没有料到的方式反过来帮到你。这不是说你要带着算计去帮人，带着我将来要靠你还的逻辑，那就变味了，而是你真心实意的帮了别人，这份情谊在天地之间，它自然会以某种方式回流回来。宇宙是公平的，你付出什么，迟早都会回来，就看你有没有耐心等到那一天了。第四件事是守住本分。这件事我知道很多人听起来会觉得平淡，甚至有点过时，好像没什么了不起。但我告诉你，守住本分，在我看来是这5件事里头最难真正做到的一件事，也是现代人最容易忽视的一件事。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诱惑太多，机会看起来无处不在，让人很难安安分分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专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。你是父母，就尽父母该做的事，尽职尽责。你在什么岗位工作，就把那个职责做到最好。易经里头有一个核心思想叫正位，每一爻都有它该在的位置，位置对了就是吉，位置不对就是凶。这个道理放到人身上是完全一样的。在其位谋其政，这句话大家都知道，但它背后有一层意思，很多人没有想到，就是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你不在那个位置，就不要随便伸手去管别人的事。这不是漠不关心，而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，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。我见过太多人自己的事情没做好，偏偏操心全世界的事，东管西管，结果把自己的本分都给废了，麻烦就来了。还有一个人能力明明只有这么大，偏偏想做更大的事，越界了驾驭不了，
结果把自己搞得很惨，这些都是没有守住本分的下场。守住本分里头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内容，就是守住诚信。你答应别人的事必须做到，你做不到的事就不要轻易开口答应。这一点在我们老祖宗的眼里是做人的底线，是根本。易经里头有一个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，几乎每个卦里都能跟它扯上关系，这个字就是福。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诚信，就是内外一致，表里如一，心口如一。一个有福的人散发的气场是非常稳定，非常踏实的，周围的人感受得到。一个真正讲信用的人出来闯荡，人家会觉得放心，会愿意把更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，会愿意在需要的时候出手帮他。而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，你可以容忍一次两次，但久了人家就会离你越来越远。当人心散了，再好的机会也从哪里来呢？我还要补充一点，守住本分这件事不只是对外的，对别人守信，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守信。你自己定下的目标，立下的规矩要不要守？你告诉自己每天要怎么做，然后自己又不照着做，这也是一种失信，是对自己的失信。一个连对自己都不守信的人，又怎么可能真正做到对别人守信呢？所以守住本分，守住诚信，是从最深处开始的，是从你跟自己的关系开始的。守住了你，整个人就会有一种非常笃定的气象，那种气象就是真正厚德的样子。第五件事是感恩惜福，这是最后一件，也是最根本的一件。我要跟你说，如果前面4件事都做到了，但这一件没做到，那前面很多东西都是要打折扣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感恩惜福是你整个心态的基础，基础没有打好，上面盖再多楼都是摇摇晃晃不稳的。先说感恩，感恩不是嘴巴上说一声谢谢就可以了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感恩是你心里真正的认识到，你今天所拥有的不是一切理所当然的。你现在能够坐在这里听我讲话，你有眼睛可以看，有耳朵可以听，有大脑可以思考，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。你的父母辛勤把你养大，你的老师教导过你，你生命里那些帮助过你的人，这些都是你的资粮，都是你的福气。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感谢过他们？有没有真心实意的对他们说过一声谢谢？易经里头有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的道理，你发出什么样的频率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事物。一个真诚感恩的人，他的心是满足的，是开放的，是充满温暖的，他发出的频率自然会吸引更多美好的事物来到身边。反过来，一个整天抱怨的人，觉得自己少这个缺那个，他发出的频率就是一种匮乏和不满足。天地接收到这个信号，就会给他更多的少和缺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能量的规律，是我研究了几十年的东西，是真实的。还有一点，很多人想不到，就是要感恩你遇到的挣扎和困难。我知道这句话乍听起来，有些人可能不以为然，甚至会反感。遇到困难还要感恩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不是开玩笑。易经告诉我们，一切的变故都是有意义的。顺境固然值得感谢，逆境也是老天在锻炼你，用一种你当时可能看不懂的方式，让你变得更坚韧，更有智慧。一个人如果只在顺境中才感恩，一遇到逆境就开始抱怨老天不公，那这种感恩是浅薄的，是经不起考验的。真正有深度的感恩，是在任何境遇底下都能看到天地对你的一番用意，都能保持一颗平和与感恩的心。这需要大的修炼，但是只要你开始往这个方向走，每迈出一步，你的运气就好一分。感恩惜福，惜福就是珍惜你已经拥有的福气。
不糟蹋，不浪费。我们老祖宗讲物尽其用，任何东西都不要浪费，一粒米粒、一滴水、一张纸，都是天地的馈赠。你珍惜这些东西，就是在回应天地的给予，就是在告诉天地，你给我的这些，我都懂得珍惜。天地看到你这样，才会愿意继续给你更多。你不珍惜，天地就收回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我来给你一个判断，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福气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不需要看他口袋里有多少钱，就看他对待身边细小事物的态度。他对待饭食、对待物品、对待周围的人，是不是带着一份真实的珍惜，还是不以为然，随手就糟蹋掉了？这个细节往往是最真实的信号。那些真正有福气的人，你观察他们，都有一种对生活的敏锐感知，对身边人事物的珍视之心。这种珍视就是惜福最真实的样子，也是积德最深层的一种方式。感恩惜福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能够帮助你收敛欲望。一个感恩惜福的人，他的欲望自然是收敛的，心是平静的。平静的人做判断准确，做事少走弯路，自然就越来越顺了。反过来，不感恩的人，欲望不断膨胀，今天要这个，明天要那个，什么都不够，什么都不满足。在这种状态下做事，很容易犯错，运势当然是往下走的。所以感恩惜福这件事，看起来是在修命，实际上是在根治你的心态，在扎扎实实改变你的运势走向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5件事整个串起来看一下。慎言是管好你的嘴，让你的语言成为积德的工具，而不是造业的工具。放下怨气是清理心里的负担，给新的好东西腾出空间。济人之难是主动对外传递善意，让你的善缘越结越多。守住本分是让你在自己的位置上站稳脚跟，踏实而不虚浮。感恩惜福是你对宇宙发出的一种满足的信号，告诉天地，你准备好了，可以承载更多了。这5件事一件一件提升起来，就是真正在修厚德，就是真正改变你运势的根本力量了。但我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，做这5件事最忌讳的就是带着求回报的心。你心里做了一件好事，马上在那里盘算，什么时候会有好报啊？我做了这么多，为什么运气还没变好啊？有这种心态，至少积不了德，反而会消耗它。因为求回报的心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易，还不是真正的善心。易经里头讲无妄，就是不带妄心做事，不带私心，不带算计，顺其自然，才能真正感通天地。我研究易经几十年，发现一个现象非常大，那些真正积德厚的人，往往是最低调的。他们不张扬，不表演，做好事就像呼吸一样自然，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。这种东西在我们传统文化里头叫阴德。阴德是什么？就是你在暗地里做了好事，没有人知道，你也不求让人知道。这种德是最厚重、最纯正、最有力量的。就像地底下流动的水，你看不见它，但它滋养大地的力量是实实在在的，是源源不断的。越是不需要人知道，越是积德厚。这是我几十年观察下来的真实结论。我常用一个比喻来说明积德这件事。你知道一棵大树为什么能够长得高、长得壮，能够经受风吹雨打而不倒吗？不是因为它的树干多粗，也不是因为它的叶子多茂盛，而是因为它在地底下的根扎得够深、够广、够稳。你看得见树冠，看得见树干，但树根才是一切的基础。积德就是在给你自己的人生这棵大树培育最深处的根系。根系够深了，风才吹不倒你，旱才旱不死你，你才能在恰当的时机长出繁茂的枝叶和甜美的果实来。现在可能有人会问我，
我已经50、60岁了，现在才开始积德，还来得及吗？我每次听到这个问题，心里都有一种很暖的感受，因为会这样问的人是真心想改变的人。我告诉你，来得及，当然来得及。易经的一个核心意义就是变，这个宇宙里头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都在变化，任何时候只要你开始，就都有意义。你今天比昨天多了一份善意，多说了一句好话，多帮了一个人，多放下了一口怨气，你的气场就已经开始往好的方向转了，就已经开始积了。而且我告诉你，积德这件事效果是会累积的，你今天积了一点，明天又积了一点，1年下来，5年下来，10年下来，那种力量是非常惊人的，就像复利一样，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微不足道，但时间越长，力量就越大，就越是猛烈。那些真正的福气很深的人，哪一个不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积呢？你别指望做了几次就看什么了不起的效果，那种求快求、立竿见影的心态，本身就与积德的精神相悖了。你只管去做，保持那份真诚，保持那份自然，慢慢的你会看到变化的，一定会的。我自己这一辈子研究易经，讲国学，走到哪里常有人说，曾老师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平和，遇到什么事都不急不慌的？我每次都这样回答，因为我相信这个宇宙是公平的，是有规律的，你顺着规律走，就会越来越顺，你逆着规律走，再聪明再有钱也会出问题。而积德就是最顺应天道的一条路，走这条路不会有错的。我们从头到尾整理一下今天跟你讲的这5件最积德的事。第一，慎言，管好你的嘴，让每个词都有温度和价值。第二，放下怨气，不让过去的伤害控制你的未来，给好运腾出空间。第三，济人之难，在能力范围之内帮助别人，不居功，不炫耀，自然地结下善缘。第四，守住本分，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好该做的事，守住诚信，踏实而不虚浮。第五，感恩惜福，对所拥有的一切充满感激，对身边的事物充满珍惜，让天地知道你值得继续被赐予。这5件事，每件事都难，但是每件事都需要你持续的去做，日积月累才能真正产生力量。不要指望做了2、3次马上就有效果，那是功利的心态，不是积德应有的心。你只管去做，保持那份真诚，一天一天的去积攒，你会发现你的脾气变好了，慢慢的你遇到的机会变多了，你的生活越来越顺利的。这些都不是巧合，都是你积攒下来的德行，在以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回馈给你。易经讲了几千年，讲到最后，最核心的就是顺，顺应天道，顺应人情，顺应你自己内心真实的善意。你越顺，路就越畅，路越畅，运就越好。积德这件事，本质上就是在你和天地之间建立一个最根本的连接，连接越通畅，天地的能量就能流过来滋养你，护佑你，让你越来越好。